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曹逸文下午有个节目，自己拍《藏海传》时候，经常和肖战聊剧本到半夜。一部好剧的诞生，往往离不开台前的热血与幕后无声的坚持。而在2025年热播权谋剧《藏海传》的拍摄现场，有一段导演越拍越圆，男主角越演越瘦的趣事，悄然在横店片场流传开来。在一次节目访谈中，导演曹逸文亲口揭开这个令人捧腹却又动容的幕后故事。拍摄《藏海传》期间，他与主演肖战几乎每晚都要讨论剧本到深夜，点外卖成了例行公事。可真正吃下这些夜宵的，却总是他一个人。我以为他是客气，结果连低卡沙拉都不吃，牛奶都不碰。曹逸文笑着回忆道。最终，肖战从开机到杀青，身材丝毫未变，而他本人却沉甸甸的胖了30斤。肖战的冰块晚餐，自律是演员的职业底色。从外人眼中看，顶流明星的精致外表或许是天生的礼物，殊不知那背后藏着怎样的自律与克制。藏海传的男主角藏海是个饱经权谋算计与情感折磨的角色，需要保持病态隐忍的身形与气质。而肖战为了精准呈现这种状态，早在筹备期就进入严格的身材管理模式，拒绝一切多余热量摄入。哪怕深夜腹中饥饿难耐，他也只肯含一块冰，咬碎提神。他面前的小龙虾可以堆成山，但他连筷子都不碰。剧组成员透露，这样的情景几乎夜夜上演，持续了整个拍摄周期。每当导演夹着一盒炸鸡或一杯奶茶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始终只是礼貌一笑，继续低头看剧本。其实，这种近乎清教徒式的控制力并非一朝一夕。从2014年初入行业开始，肖战就养成了夜跑习惯。2019年拍《陈情令》期间，他为角色戒掉最爱的重庆火锅，一口气减重10公斤。之后在《狼殿下》《玉骨遥梦》中的那片海等多部剧中，他都以极其克制的饮食和运动维持角色需求的体型。而在《藏海传》里，他更是将这种自律推至极致。花絮中常见他拍完一场重情绪的哭戏后，靠墙静蹲恢复心跳，后场间隙拉伸四肢肌肉，甚至将厚重戏服当作负重装备完成拍摄空隙的训练。有人调侃，藏海戏服有10斤，肖战靠他练出状态。曹逸文导演，那炸鸡确实是我自己吃的。与之相对的是曹逸文导演越来越圆润的身形。那炸鸡确实是我自己吃的，他在节目中笑着承认。在《藏海传》拍摄最紧张的几个月里，曹导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，从清晨拍摄到夜里剪辑，再到凌晨改戏，透支的不只是精力，还有情绪。高压之下，热食成了唯一的慰藉。炸鸡、羊肉汤、关东煮、肉夹馍，每一样都曾出现在他的监视器旁边。雪中那场夜戏，我裹着羽绒服喝枸杞水，手上还捧着3份关东煮，一边看他在雪地里来回走找状态，一边往嘴里塞东西。医生曾提醒他，你这叫压力性进食，是典型的创作者工伤。长期睡眠不足，精神紧绷导致皮质醇升高，从而引发暴饮暴食，成为许多导演的通病。而曹逸文显然成了典型例子。主角不先是人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曹导为《藏海传》确立了一种去偶像化的影像风格。即便面对的是肖战这种颜值天花板，他也坚决不让镜头只为美服务。他曾多次要求摄影师将镜头拉远，把肖战放在人群背景中，或者干脆背身拍摄。多场高光戏也被处理得克制内敛，拒绝煽情式放大。某次拍摄后，肖战忍不住问他，我是不是不太像主角？曹导递过一盒牛奶，笑着回答，
我希望你是人，不是主角。为了达到这种真实感，他们每晚都需要反复打磨剧本。有次为一场藏海得知师傅背叛的哭戏，两人争论剧情节奏，情绪表达到凌晨3点，脑细胞都烧没了。曹导回忆，我就一边听他讲角色情绪，一边啃着最后一只炸鸡。角色背后的身体代价，演员身材管理的难度，其实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复杂。从邓超为影忽胖忽瘦40斤，到阿米尔捍卫摔跤吧爸爸在几个月内暴肥暴瘦，体型变化已成专业演员的日常。肖战这次巨石夜宵，背后正是一种对角色的绝对尊重。在《藏海传》中，藏海这个角色必须以瘦削病感来营造蝼蚁撼树的宿命感，一丝赘肉，一个膨胀的轮廓，都可能破坏观众代入感。而肖战的节制，正是对叙事完整度的保护。相较之下，曹逸文的30斤增重也成了剧组内部的热梗。雪戏当天，横店突降大雪，剧组临时决定补拍藏海撑伞独行的镜头。肖战在零下5度的雪地里反复走位，调整步态，而监视器后的曹导则一边拍戏，一边用羊肉汤暖手取暖。那天他点了4人份的外卖，之为缓解持续不断的脑力输出。镜头前的泪与镜头后的脂肪，都是创作的重量。回望整部《藏海传》的完成过程，无论是肖战的饿瘦，还是曹逸文的吃胖，都是这部剧幕后的真实注脚。尤其是那场藏海回蒯宅的戏，肖战特意要求提前观看删减的童年片段。当他看到手机里小智奴吃糖葫芦的画面时，情绪瞬间崩塌。拍摄时他蹲在胶木废墟前，眼泪无声落下，全场屏息，而镜头外的曹导则刚好啃完一只烤蹄膀。这份一冷一热的对比，恰恰折射出影视创作中演员与导演的两种重量，一个是对表演精度的克制，一个是对情节责任的承载。如今《藏海传》播出，收获极佳口碑，观众盛赞肖战演技大突破之时，也注意到导演曹逸文圆润不少的脸庞。面对网友调侃心宽体盘，他坦然笑称血戏真是横店神助攻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那30斤不是玩笑，而是一个导演用肉身丈量创作压力的真实刻度。当演员在镜头前饿出角色的破碎感，导演在镜头后吃出了工业的温度，这才是《藏海传》真正值得被记住的幕后重量。